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一直有网友说希望我多聊聊恋爱话题，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无条件的爱是否是存在的，如果存在，那么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前些天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希望自己能够在对象的眼中是永远可爱的，不论自己今天表现的是开心还是难过，是清晰坚定还是迷茫脆弱的，对方都能稳定的喜欢我，不会随意波动和起伏。我觉得这是特别真实和常见的渴望。我不止一次听到朋友表达出对无条件的爱的渴望，但大家通常也有这样两种顾虑。一是认为无条件的爱是不切实际的，非现实的，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个体，我的体力、耐心、理解力都不可能无穷无尽，而且我们的爱似乎总是离不开对方的某种状态或特质，比如我喜欢对方的温柔、美丽、聪明，但这些条件在某些时刻是可能减弱的，那么这种爱也就建立在有条件之上了。反过来说，如果你对我的爱不是建立在我的特质上，那么理论上你可以爱任何人，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爱我，而不是爱别人呢？所以无条件的爱更像是一种超常的、超自然的爱，仿佛只有上帝才能做到。另一个常见的顾虑是认为无条件的爱本身可能就是危险的。假设有人真的能很大程度上接纳我、喜欢我，那么我会不会由于失去了他人的约束和限制，而变得更加懒惰、堕落？我的一些阴暗的思想是否会不受控制地冒出来？另外，当我习惯了对方对我无条件的爱之后，我会不会变得更加不独立和软弱，无法适应现实生活，最后更加依赖对方，被对方操纵呢？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简单梳理一下这些问题。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其实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无条件的爱那么困难，是因为我们对无条件这个词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中国人比较容易把无条件理解为无差别。如果说中国文化里有某种类似于无条件的爱的东西，那么这就体现在儒家的仁爱思想之中，比如孟子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论语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泛爱众而亲仁等等。我们且不说这些关于爱人的思想并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过，但这样的爱准确地说，应该叫无差别的爱。它强调的是对人这个类别的广义的认同，也就是每个人都是可以教化的，是可以被纳入到伦理纲常中的，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给予你身体层面的照料、养育。但这种照料显然是不包括对你的灵魂和生命经验的独特理解，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指的是要给老年人养老，而不是去理解和挖掘老年人独特的生命经验。每个人的身体当然是不同的，比如我身高1.82米，你身高1.65米。然而，这种外在的差别总是可量化的，非本质的，但每个人的灵魂却是绝对独特的。因此，建立在身体照料层面上的爱，总是倾向于把人看成是无差别的，比如父母给孩子做饭、买衣服、供养这个孩子上学，但并不关心孩子怎么想，父母还觉得自己已经给这个孩子这么多爱了，这个孩子为什么还是不听话？因为父母只是把孩子看作一个有生理需要的肉身，至于孩子的精神，不如说和其他孩子是差别不大的，或者说非本质的。然而，爱本身首先就应该体现在爱对方灵魂和精神的独特性上，或许也是由于中国文化对爱的理解主要就是肉体的、身体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爱更容易附着在群体性而非个体性上，比如对天下苍生的悲悯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却不善于爱具体的人，不善于挖掘个体灵魂的深度。另外，中国文化所理解的母爱也属于无差别的爱，母亲是一个无私奉献和稳定的身体照顾者，可以照顾很多个孩子，任劳任怨，即使不喜欢也会忍耐对方，当然这是值得尊重的，但它未必是一种精神性的爱。人们之所以会想象那种无差别的爱，也是因为现实中受够了有差别的、建立在奖惩之上的爱。比如你考试考得好，爸妈就表扬你、肯定你；你表现得不好，你的恋人就对你冷暴力。于是当事人就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别人爱我，不是因为我是我自己，
而是因为我达成了他们的预期。然而这种达成总是不稳定的、临时性的，我今天能达到目标，明天就未必了。我仍然活在对自身价值的焦虑和怀疑之中。于是我开始渴望一个人能不再基于我当下的表现来爱我，我期望对方能给我一种不分对错、不分优劣的爱。当然，这样的爱总是比那种建立在奖惩之上的爱要更温和、更高级，而且现实中能得到这种爱的人也不多。但这样的爱仍然不是最深刻的，因为他同样没能真正看见我是谁，没有建立起一种既能区分我的差异和发展，又能在我的差异中保持对我这个人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喜欢和信任的爱。也就是说，真正无条件的爱，不是看不见差异，而是能在差异中维持对同一性的信任。理解这样的爱，我们首先就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在经历所有变化之后，究竟还有没有一个保持同一的我？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否在成长、挣扎、变化、低谷中，依然保持某种核心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不是那种单纯的一致性，比如永远开朗、永远美丽，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目的性和趋向性。同一性在西方哲学中是一个悠久的问题。比如，人的身体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很多细胞就会完成一轮新陈代谢，组成我身体的细胞可能和几年前已经不一样了。但为什么我仍然认为我是我，而不是成为了另外一个人呢？当然，一个物体总是由它的各个构件所组成的，离开了它的构件，就很难说这个物体是存在的了。可是只有构件就能够使这个物体存在吗？比如，我们用若干块积木打造了一个宫殿，再用这些积木搭了一座桥，在这个过程中，构件没有变化，但宫殿显然不等同于桥梁。再比如，一个香蕉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能用眼睛看到形状和颜色，能用嘴尝到味道，能用手触摸它，但我们看不到香蕉本身，因为香蕉这个概念内在于我们的思维中。虽然具体的某个香蕉可能会腐烂，会被吃掉，但香蕉的概念不随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是可以保持同一的。人也是这样。苏格拉底就认为，人的行动虽然受他的血肉和肢体的影响，但归根到底是服务于他的目的，肢体和血肉只是工具。人的身体构造同样是有目的的。他说，因为眼睛是很娇嫩的，就用眼睑来保护它，好像两扇门似的，当必要用视觉时就打开，而在睡觉时就闭上。又使睫毛长得像帘幕，免得风伤害眼睛，这让人感到这一定是安排和计划好的，才能使这一切配合得恰到好处。苏格拉底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灵魂而非肉体，他相信灵魂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不朽的东西，即灵魂才是人始终不变的东西。人身上有神所赋予的灵魂和目的，因此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在苏格拉底看来，就是指要认识自己的目的，把注意力从有形的大自然转向无形的目的和思想。亚里士多德则用质料因和形式因来解释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万物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4种原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这4种原因又以质料因和形式因为主。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因是比质料因更为重要的和本质的。一位诗人在纸上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质料因就是油墨和纸张，但这首诗的形式因是文字的组织形式。显然，这首诗的本质在于它的形式，即使它被刻在石头上或者被输入到电脑里，都不影响它是一首好诗。这首诗本身仍然保持着同一性。就人而言，虽然人的生存需要物质基础，人对世界的知识不可能脱离感觉经验，然而感觉经验也只是知识的媒介而非来源，将感觉经验统一和整合起来的却是人内在的理性灵魂。当然，人比一切自然的物体都要复杂得多。人的一生看似在不断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围绕着某种深层的目的性在展开。真正的我不只是当下的我，而是一个从过去延伸到未来的不断生长和展开的生命。我的过去和未来并非互相割裂，而是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叙事，一个连贯的精神曲线。我当下的思想观念和看法，
都凝聚着我过往的全部人生经历。正如我们在4月12日的那期视频所说的，一个人的哲学观点看似是理性思考的产物，但其实往往来自于他的情感结构和生命体验。很多哲学家一生的思考都是对自己早年体验的回想，只不过是用更复杂的语言和逻辑包装起来。因此，无条件的爱应当包括对这个展开过程的信任和欣赏。这种欣赏是高于对一切具体美德和能力的欣赏的。我爱的是对方的个人历史，他生命的展开过程和方式。这种叙事是动态的，发展着的，趋向于复杂化的。但不论对方怎么发展，我都能欣赏对方的这种发展，哪怕当事人发展成了一种他自己都不确定的方向，但我相信对方在这个过程中会趋向于真实自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是无条件的，也就是爱一个人的复杂性和可能性，并且鼓励这种复杂性和可能性。当然了，这首先需要你能看见一个人的复杂性。这种建立在复杂性上的爱，其实超越了我们对一般的爱的理解。一般对爱的理解，往往是建立在具体的道德品质或者能力之上，比如我爱他的善良，富有同情心，我欣赏他拥有某种深刻的思想、价值观等等。这些当然是很宝贵的品质，然而这些都只是现象层面的。在这些现象之上，人还有一种本体层面的道德，就是持续不断的自我探索。而这种探索可能会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否定自己已有的观念，让当事人变得更加困惑。但这种变化和复杂性才是人最深刻和内在的部分。这就有点类似于康德所说的本体之德。康德认为，现实生活中通过教育、习俗促成的道德行为只不过是现象之德，而人在本体层面总有一种自由的可能性，这种永不丧失的超验的可能性才是真正的本体之德，也是一个人更加真实的自我。当然，这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我接下来会举例说明。罗杰斯在个人形成论中列举了一个人成为真实自我的众多表现，比如远离人格面具，不再迎合他人的期待等等，但他格外提到了这样3个标准，一个是向着生成的过程转变，另一个是转向生存的复杂性，最后一个是转向对经验的开放。当然，这3个标准在我看来是一个意思。什么是向着生成的过程转变？就连罗杰斯也觉得这很难描述。他说，我们没有很合适的现成词语表述这种感觉，但当事人似乎更开放地趋于成为一个过程，一种流动性，一种变化。有一个当事人说，当我在这儿再也不能预测我自己的行为时，事情肯定变化着。我甚至惊奇我自己说出这些事情，每次我都能看到新的东西，这是一种冒险。这就是说，他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流动的过程来欣赏。正如科尔凯郭尔所说的，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人不断地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对他来说，情形就像是对于一个作家及其写作风格一样，因为个人并没有任何完成的东西，个人只是一种风格。这样，最习以为常的表达可以经由一次次的新生，成为他全新的存在。而生存的复杂性和对经验的开放，指的是当事人越来越能对自己的经验保持开放、友好和接纳的态度。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当一个人感受到一些长期被自己压抑的，或者不符合自己自我认同的情感时，他起初往往都是抵抗和否认的，直到他在接纳和包容的氛围中，才能逐渐开始体验这些情感。这些情感可能会把人导向一个未知的方向，然而，只要一个人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无条件的关注和爱，他就能意识到，这种新的经验是一种友好的资源，而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关于这一点，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一位朋友对父亲有着非常大的愤怒，他感到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父亲足够的接纳和关心，经历了很多创伤。然而某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似乎在刻意的压抑不久之前和父亲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他发现回忆和讲述这些有点温情的事情，似乎比讲述创伤要更加难以启齿。虽然这些回忆并未减少他对父亲的讨厌，但却使他的情感变得不那么纯粹，而是趋向于复杂了。为什么温情比创伤更难表达呢？这其实很常见。当我们对某个人或者群体非常厌恶，并且沉浸在这种认同之中，
我们也会忽略掉那些与身份认同不一致的内在经验，因为一旦唤起这些经验，我们可能会怀疑自己的愤怒是否是正当的。另一位朋友对中国的官僚体制和意识形态有着否定性的认识，然而从某一天起，他可以近距离接触许多公务员和警察，与他们朝夕相处，他的感受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他感到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有自己的情感和理性的个体，并非不可理喻的螺丝钉和机器。人性是相通的，至少没有那么大的差别。虽然他仍然对中国的体制有否定性的认识，但这种近距离相处的体验也让他的情感变得更加复杂和细腻了。虽然他仍然对中国的制度有否定的认识，但他却不会感到强烈的憎恨和妖魔化的恐惧。他的情感从意识形态的两极对立转向了对更高层次的普遍人性的理解。从上面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趋向于复杂和细腻的情感会让我们原先的内在体验，不论是爱恨的情感还是善恶的观念，都变得不那么纯粹了。原先的我可能认为，我的正义性就体现在对邪恶的战斗中，可是如果邪恶的东西没有那么邪恶，只是稍微放松了一点，那么我的正义性是否还是正当的？当事人可能会怀疑，我是不是背叛了某种神圣的信念，背叛了我的集体，我是不是变得不道德和邪恶了呢？当我从那种强烈的爱与恨中抽离出来时，我还是我自己吗？然而，这种趋向于复杂和开放的瞬间，在我看来是非常神奇的。虽然这种趋向于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状态，看起来似乎会让人变得不纯粹，变得犹豫，似乎并不等同于我们所熟知的道德，然而这种状态其实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我们日常所理解的道德，都是基于某种纯洁性的想象，或者说都是特殊主义的道德。比如，忠诚必须是坚定不移的、绝对的，爱就应该是全然的给予和奉献，不能掺杂计算和考量，勇敢就意味着绝不害怕，一点犹豫和退缩的念头都没有。然而，这些看起来高尚和清晰的道德，并非建立在对人的真实心理的洞察上。如果撇开对人的复杂性的理解，对自身丰富性和阴影的充分接纳和觉察，那么一切的道德都不能维持自身。因此，这种无谓的自我探索是一个人最深刻、最值得被欣赏的地方，而一个他者能够理解和接纳这种状态，能够欣赏另一个人成为自己的这个过程，在我看来，这就是无条件的爱。当然，人和人在一起不可能只有纯精神性的链接，我们任何的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之类的琐碎和现实的东西。纯精神性的交流占的比例可能不太高，但这首先是有和无的区别，哪怕这种纯精神的共鸣和信任只是短暂和微弱的，我们的关系也就超出了功能性的互相帮助，而是对彼此灵魂存在的见证者。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